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外太空的威胁可不只有小行星而已。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有个考古学家挖到了苏美文明的遗迹，就发现了有关一颗叫做尼比鲁星的记录。据说它每隔3600年就会进入太阳系一次，而每一次的到来都会为人类带来大灾难，甚至有可能引发世界末日。也有科学家认为，在尼比鲁星上面或许有外星人的存在，而他们正是人类的祖先。过去就有报道指出，美国的太空总署早在1982年就发现了这个诡异的星球，甚至还有许许多多关于尼比鲁星的阴谋论。还有预言真相是什么？ You can see there's obviously a really very clear planet that is right north of the sun. And wow, I would love to say it was the moon, but since the moon happens to be right here. 有民众在天空中仿佛是太阳的缩小版一般，而月亮则是在天空的另一侧，用肉眼都清晰可见的奇景。难道是飞碟或是有新的行星出现吗？ There is no credible evidence whatever for the existence of Nibiru. There are no pictures, there's no tracking, there's no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So please, get over it. Nibiru isn't real. Planet X isn't real.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hoax. 其实从2008年以来，末日的谣言从来没有间断过，连太空总署 NASA 都必须出面澄清，因为根据网络传言表示，一颗叫做尼比鲁的星球将会靠近地球，翻转磁场，甚至让地球倒转，造成毁灭性灾难。所以网友们认为，天空中的不明球体可能就是尼比鲁星球。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从西元前4500年的苏美文明就曾经记录过尼比鲁这个词汇。尼比鲁是苏美人神话中的神，被苏美人称为太阳系的第12个天体。这12个天体指的就是传统的9大行星加太阳加月球。这是苏美人对当时天体的认知，而细心的人已经发现了，这些天体加起来只有11个。那第12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称为尼比鲁的星球。著名的考古学家沙加利亚·西琴根据苏美人的传说，推测出尼比鲁星球公转太阳一圈需要3600年，每3600年会穿过木星和火星一次。如果照这样来计算，就能画出一个椭圆形轨迹。但以科学来看，有可能吗？尼比鲁是不是早就超越了太阳系的引力呢？如果按照太阳风能到达的距离，那太阳系的边界就在柯伊伯带，而之前被降级为矮行星的冥王星就位于这个柯伊伯带。而目前人类发现距离太阳最远的天体，是一颗叫做2018危机18的外海王星天体。它绕太阳一周需要1000多年，太阳系的范围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苏美人的神话里，尼比鲁星球上住一种特殊人种，身高很高，比人类还要长寿。传说他们是为了收集金矿，曾经来到地球。根据苏美人遗版中的记载，称他们为阿努纳奇人，他们应该算是一种远古外星人。由于某些原因，尼比鲁上的大气层出现了空洞。当时的阿努纳奇把黄金淹没成奈米级的颗粒，每一个黄金颗粒都是一个带电粒子，这些粒子就会形成一个保护网，修复尼比鲁上的大气空洞。不过人类起源传出竟然跟尼比鲁也有关系，因为他们当时是为了挖金矿，才透过基因改造工程，创造了人类身为奴隶。透过进化论的观点，猿猴变成人类的过程，这却有无法解释的空白期。南方古猿和尼安德塔人，他们中间相差了有200万年，但是他们的外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他们用的工具也都是一样的，都是石头。所以这200万年过去了，基本上没有进化，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距今35000年前，再突然智人出现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尼安德塔人就从地球突然消失，包括语言智慧文明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点突然出现。智人不但有社会组织，也会在山洞里创造宏伟的壁画，几乎改写了人类演化的历史。它的出现被科学家认为是极端的，违背了本应缓慢自己的演化过程。这个就像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就像当时人们还都在用诺基亚3100准备出这个诺基亚3210的时候，2款诺基亚中间突然出现了一款智慧型手机 iPhone 5。如果苏美人记录的不是神话，而是真实故事，那么人类的一场进化似乎有合理的解释。而苏美人比起同期文明还要进步许多，他们发明了世上最难解读的楔形文字，完整的社会体系中有律师、商人，还有医师能够执行外科手术，出土的大量文物更是让考古学家惊讶不已。在近东这一块挖出了很多东西，挖出了当时这座苏美人的宫殿、人们的住所、神庙、空中花园、金字塔、庙、法庭、贸易所、纺织厂。逍遥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花瓶、珠宝饰品、眼影铜镜、战车、镀金的头盔、金属挂牌饰物等等等等。其中在神殿里找到了陶土雕像，则是让考古学家非常困惑。
因为他们拥有人身，但头却很像爬虫类或是外星人。雕像有分男生、女生、婴儿等性别之分。那么这些雕像会不会就是证明古代的苏美神本身就是蜥蜴人？那么这些雕像，那么他们最初造出的人类常柱呢？长得跟他们一模一样，后来通过不断的改造，那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人类的脸型。他们从开始就创造了我们人类，而他们现在呢，也就一直控制着人类。所以考古学家便大胆假设，苏美文明当年可能是外星人的殖民地，才留下这么多先进的文化遗产。而另一个壁画当中也能发现，苏美人对星象观测已经有现代人的水准。这是一个4500年前的阿卡德的印章，那现在存放在柏林国家博物馆当中。那么图章的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有11个星球环绕在一个大的发光的星体周围其实这个就是苏美人眼中的太阳系星系图。其实呢，图那它呢，由12个天体组成，这些星体排列的顺序还有它的大小都和我们现实的太阳系的行星呢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要知道我们现在呢，直到1930年才证实了有冥王星的存在。那么几千年前的苏美人又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如果苏美人所崇拜的神尼比鲁真的是一颗星球，那么以现代技术，科学家有机会观测吗？其实根据推算，这颗行星在2008年就应该进入可观测范围。但是奇怪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有拉萨在2008年观测到的这个尼比鲁的照片的档案呢，居然全部都消失了，而且还在跟他们是一模一样。Google 星空包括微软星空，这些3大天文星空软体本来会预测出现尼比鲁的同一位置，全部被人为的涂黑了。官方的说法就是电脑程式出错了。很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有修复，是不是有人刻意隐瞒着尼比鲁的真实讯息？不过在古代文献当中，尼比鲁被誉为生命的发源地，外观是一颗暗红色星球。考古学家西秦认为，说不定尼比鲁上的外星人早在30亿年前就已经介入地球远古生命的诞生。但何时才能找到传说中的尼比鲁星球呢？恐怕还是世纪难解之谜。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